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Nespresso 这个主题，咖啡。喝咖啡，之前我是不太喜欢喝咖啡的，但可能觉得自己老了还是怎么样，开始会欣赏那个苦味，我觉得蛮甘甜的。就是那时候我跟某男有一次去了巴黎旅行，然后就偶遇了一个专卖店，就叫 Nespresso。那个专卖店呢，本身就是卖咖啡的，然后它装潢都很大，然后很漂亮，很 ins 风，就很 sleek 很摩登的感觉。那我们就踏了进去，然后他们里面呢是给我们免费试喝那些咖啡，他们有的口味，然后我们看到琳琅满目很多口味的咖啡。当天我觉得我们喝了4-5杯咖啡吧。那是我第一次尝试到那么浓郁的咖啡，那就从此在那被 Nespresso 种草了。Starbucks 或者是 Dome 那些很 commercial 的一些咖啡专卖店、咖啡厅吧，我们叫就是我们就望梅止渴吧。在马来西亚咖啡文化还没那么强，那只能就是靠 Starbucks 还有 Dome 这些咖啡厅。当时我就觉得，其实 Nespresso 这个胶囊咖啡已经可以 PK 打趴所有的在马来西亚的竞争对手。Welcome to Melbourne, everyone. The local time here is just approaching 10:36 a.m.那的确，在墨尔本的这几年呢，我们的确有喝到过更香、更浓郁的咖啡。可是很可惜的是，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失望而归的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当你就是怀着满满期待的心，一大早醒来，然后去到某一家咖啡店，本以为排长龙的咖啡店，它咖啡肯定很好喝，但是往往不是如此。对我来说，咖啡是一个生活上的一个乐趣，一个仪式感，一个感觉吧。那每天我早上起床的时候，我都很期待就是很期待当咖啡被做出来，或者去一个咖啡厅，那个浓郁的味道散发出来的味道，你就会然后你一整天就会突然五官打开，精神百倍，然后就觉得，就世界上没有无所不能，我办不到，我哪边都办不到的时候的事情吧。然后一整天就是很美好。所以我们在家里也开始入手了这个 Nespresso 胶囊咖啡机。
其实喝 Nespresso 咖啡呢，比起我们时常出去外面买咖啡呢，是可以省下很多的钱的。那在澳洲一杯咖啡呢是卖4块钱到5块钱左右，在澳洲1个小时工资以20块来说的话呢，那4块钱一杯咖啡就等于他们大概是1/5小时的工资。所以在澳洲很多人喝咖啡呢是一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廉价的消费。大部分在澳洲的人呢，他们甚至可能一天会喝上2杯以上的咖啡。那如果我是一天喝2杯咖啡来说的话呢，那就是一天大概会要消费9块钱左右。1周7天来说的话，就是大概63块钱澳币。那一年呢，我只是喝咖啡的钱呢，就花掉了接近在3276块钱澳币左右。那 Nespresso 的咖啡胶囊呢，1克大概是72分左右，然后我们再加上奶的本钱。那在澳洲呢，我们一般这个 Coles 的牛奶呢，1瓶2公升的牛奶大概是2块4左右。那一个2公升的牛奶是大概可以打10杯咖啡的，那就是平均一杯咖啡所需要用的牛奶的本钱就是24分左右，再加上刚才的一个胶囊72分，所以你的本钱就是大概96分。就是说你喝一杯 Nespresso 咖啡是能够省下3块钱的，那一天来说就能省下6块钱澳币。就是说你能够以更低的价钱，然后去喝上一杯好的咖啡，其实每一天都是能喝到这么好的一个咖啡。Je vois la vie en rose. 所以这3个呢都是 Single Origin 的咖啡。那我们现在要给某男盲测。好啦，所以现在我要把某男请出来，给他试一试。哪一个是哪一个？那我先跟大家声明，这是 ILY， 这是 Starbucks 大名鼎鼎的星巴克咖啡，还有这就是我们平时喝的最爱的，就是 Nespresso。所以我们就请出某男吧。你要尝哪一个先呢？这个肯定不是，太明显了是吗？这个香的，这个香一点，这个味道就这个浓一点。你看这个1号，所以他说这个是 Nespresso， 那哪一个是星巴克还有伊利这个是呢？星巴克的伊利。叮咚，对啊，最香的，你看盲测也盲测得出来。刚才我跟着试喝了这3种，其实它味道完全不一样。虽然都是 classic， 他们的 classic， 然后他们的烘焙烤味都也是重的，但是这个是特香的。然后这个是我看3个之中最差劲，我觉得。就原来某男就在纠结星巴克跟 Nespresso 的这之间在做考量，那看来星巴克还是下的功夫也蛮多的，他还做的他挺就是有味道，但是很可惜它香味还是输 Nespresso。对啊，所以我们的盲测做完啦。那 Nespresso 本身品牌的优势还是十分明显的，它有多种口味，就好像有果香味啊，青涩带酸的也有，烘焙烤味的也有，他们也会长期出一些比较季节性的口味，供大家尝试换一换口味。口味因人而异，我建议大家可以去 Nespresso 的专门店去尝试各式各样他们的口味。Nespresso 专柜也会有专业的店员帮大家详细的解释，还有介绍各种口味。在家里有一个胶囊咖啡机的好处的话，那就是比较方便，而且在家里随时随地都可以打出一个完美的咖啡，在我眼里是完美的，就是比较 high quality 的咖啡呀。前期投入在传统咖啡上的消费也比较多，比较高。那你要拿一个好的咖啡机都要澳币700多以上，还要学打奶。我不知道我能否每天就是很稳定的制造出同样高质量的咖啡。我不太相信自己的技术应该这样。
1天1到2杯。应该是中微中毒吧。Me, a lot of life's amazing times have had coffee involved with them.然后有一次经过我们餐馆附近，我还记得那个 tagline， 他那个店前面有写了一句 "You can't buy happiness, but you can buy coffee, and that's pretty close to it." 那我觉得挺有趣的，就是，就这么简单，幸福就是简单的吧。